找谁呀？你好，我们找杜飞。我就是。你们谁？我们是您的律师。我叫何塞。这位是罗宾律师。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减轻你的罪。我没有罪。是这样，能让我们进去说吗？就在这说。我们来呢，今天找你，首先是想向你来了解情况的。情况就是，我爸得了癌症，为了让他多活几年，我去孟加拉买了一种药，1万多一瓶，效果不错。完了，我就在我爸的病友群里分享了这种药，很多病友希望我帮他们买，就是这样。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。你从孟加拉买回来的这个科比替尼啊，它是没有经过国家药监局的审批的。那是药监局的事儿啊，找我干嘛？是这样，我呢先给你普及一下起码的法律常识，好吧？在我们国家呢，没有经过药监局审批的药物，被认定为假药。有些药呢，在国外是被认可的，但是在国内就不一定被认可了。而且我国对药品管理的制度的严格程度，那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。所以你从国外代购回来的这个药被认定为假药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你是在说我有罪吗？不，我不是说你有罪啊，我是在跟你说法律是这么规定的。那就是法律错了。哎，你这样的态度，我们没有办法为你辩护。谁让你们来的？那你们来干嘛？哦，让我认罪，给我个轻判，门儿都没有。你先别激动，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来为你做无罪辩护的，但是前提是你得配合我们。你们能保证我能赢吗？没有律师能够保证赢。那我为什么要配合你们？哎，杜飞，别敲了，这整个就是个法盲啊！连起码的法律常识他都没有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讲赢他呢？我要跟他形成共识，我得告诉他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。算了，这个案子你不要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从内心里边认定他有罪。对啊，他就是有罪。当然了，我们可以帮助他减轻罪行。可是你看到了，他不能接受，那我们就去说服他。你连门都进不去，你怎么说服他？所以，这个案子不需要你了。那你也不能甩掉我。你跟何塞怎么了？杜飞到底是谁的朋友？封印不想让我告诉你，封印的朋友。他不想让你知道。哎，他不在办公室。那他人在哪儿？医院。医院？怎么了？他生病了吗？他老婆。陶月什么病？癌。癌？什么癌？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。多长时间了？好几年了。这事儿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？陶月不想让别人知道，封印很尊重他这一点。生病了又不丢人，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那是因为你没有生过病。我母亲是病逝的，当年人家都说她生病是因为她缺德，遭的报应。说这个话的人才缺德。杜飞曾经帮陶月代购过科比替尼。懂了。
哎，何塞老师，您找我？你把这个整理一下，发到我们全景的公众号上，我希望它能够引起关注。好的，我做完以后就发您。不是发给我，我不是要在我的邮箱里看的，我是要在网上，在公众号上，在其他一切社交媒体上，我要让杜飞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。你去完成它，这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。抱薪者杜飞，杜飞是谁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Hello， 你的餐好了，您的号牌，请稍等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来，你先来。你要什么？哪个面包也？欢迎。9号顾客，你的餐好了。来2个沃斯水加蓝莓、樱桃、青柠、薄荷，再拿个燃力面包。杜飞太太来了，在你办公室。他看到那篇抱薪者杜飞了？当然，微博已经转发好几千了，公众号上大家也都在声援，为众人抱薪者，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。黛西来了吗？他来了，我马上让他去找你。他怎么又没来？他加班到今天早上。杜太太，抱薪者那篇文章你们发的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杜飞现在在取保候审阶段，法院还没判呢。人家反复的在叮嘱我们不可以公开发声。这样，你们就说这不是你们发的，您就说你不知道就可以。我不能说我不知道，他们抓了我丈夫。他们又抓了杜飞。今天来了几个便衣，正好孩子在家呢，他们就跟杜飞说带杜飞走一趟，还说因为孩子在家，就不给杜飞戴手铐。这是什么呀？委托我为你丈夫代理的协议。我为什么要委托你？刻不容缓，请你相信我，恳请你相信我一次。罗老师，您找我？马上联系到这个名单上的所有人，问问有多少人愿意为杜飞求情作证。好，是谁写的？那个抱薪者杜飞。我何塞老师让我写的。你写的？啊。为什么要写？啊？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你哪儿听说的这些啊？谁让你发的？杜太太，这个事情我们回头跟你解释。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你先生的问题。马上删除那篇微博。删除。何塞今天有点不正常，你最好躲着他一点。最好躲着我一点。你怎么了？你要删了？罗宾让你删的吧？
罗宾太高了，删了我们就没什么把柄了，而且肯定会有截屏，到时候大家肯定会更加关注这件事儿。大家会说，为什么删了呀？